我长这么大，没有人在我的面前这样摔过盘子。操这2郎腿，我立马就感觉到我的血是冒出来了。吃个饭再让我们在这受伤，啊！缝了2针，伤口是1.2厘米啊，0.3厘米深。女子认为自己身为小仙女，在火锅店就餐竟被意外划伤，虽然只有0.3厘米的伤口，但对于她来说简直太疼了，于是当场像名巨婴一般开始嚎啕大哭。母亲心急如焚，赶紧喊来救护车，把女儿送去医院抢救。结果到了医院后，发现伤口都快要愈合了，母女俩不肯就此作罢，随即就把小事闹大，喊来媒体向商家索赔。只是这0.3厘米的伤口，母女俩就索要3万块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据小仙女张女士所述，当天她和母亲来到这家火锅店就餐，当时因为鸭血不新鲜，便喊来服务员要求更换，可服务员只是上菜慢了一些，就遭到了母女俩的训斥，表示上菜这么慢，难道你是属乌龟的吗？赶紧把你经理喊过来，不然此事没完。后来还是经理免除了锅底钱，母女俩这才放弃追究。然而到了打包剩菜的时候，服务员却不小心把盘子摔了，导致张女士的脚踝被划出了一道0.3厘米的伤口。张女士随即嚎啕大哭，吃个饭再让我们在这受伤，啊！缝了2针，伤口是1.2厘米啊，0.3厘米深。就这样，张女士被送往医院，还好医生抢救及时，不然伤口都快要愈合了。事后，店家也赶来医院，毕竟此前他们曾因上菜慢的问题训斥过服务员，所以服务员因此记恨，这才摔碎盘子施加报复。母女俩认为所有赔偿加起来，店家需要支付他们3万块。服务员就把盘子重重的摔在了架子上，造成了这么厚的盘子就碎掉了，破碎的瓷片正好划伤女儿的脚。现在要求的是后续的疤痕的治疗和我们俩所受的精神赔偿。随后在媒体陪同下，众人来到了店家，对此店家经理表示，摔盘子并不是服务员故意而为，而是收拾餐具时因为手滑才引起的，所以母女俩的诉求并不合理。小仙女张女士闻言突然情绪激动，虽然刚刚19岁的她，但看起来好似一名泼妇。这个力度有多大？我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？我砸几个盘子，我给你赔几个盘子。就算你没有这个底托，你摔到这儿，它能得有多大的劲儿，才能让我受2、3厘米的伤？在张女士看来，盘子如此厚重，如果服务员不是有意而为，根本就无法摔碎，更不会造成这0.3厘米的伤口。所以店家别再废话，赶紧掏钱。但女宝宝依旧不愿放弃，她认为服务员就是看自己好欺负，所以才把盘子故意摔碎的。对此店家表示，盘子太过沉重，是服务员一时没拿稳，所以摔碎，并不存在故意行为。眼看着双方争执不下，调解员便现场做了实验，结果令母子俩惊讶不已。单手掂这个盘子还是挺重的，一不小心没有拿稳的话，它确实有这个摔碎的可能。看到这样的实验结果，原本嚣张的女宝宝在此刻也安静了下来，思索半天便提出，盘子质量不合格才会这么容易碎，所以店家该赔偿还是得赔偿。外加自己曾在外国影视公司留过学，眼看着回国后就能成为大明星，如果因此留下疤痕，将会断送他整个演艺生涯，所以商家必须掏出清理疤痕的费用，外加精神损失费，总计3万块钱。6月份刚杀青了一个恐怖片，我是一个有注册证的拉丁舞教师，可能不能理解，但是这个点对于一个职业特殊性来讲，它是不能被接受的。我需要2万的处罚费用以及1万的精神损失费，包括我妈妈3000块钱的误工费。对此，调解员认为母女俩所要的赔偿并不合理，毕竟一个0.3厘米的伤口只能算是一个轻微伤，索赔3万元确实太过分了。最终经过协商，商家还是赔偿了母女俩8000元，此事这才得以解决。